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歡迎來賓，首先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在伊朗的戰情，尤其現在最新川普的放話要抹除掉整個伊朗哦。那麼伊朗現在則是喊出要聖戰，洲際彈道飛彈預估他說了可以飛到射程到紐約跟華盛頓。以色列的部分則是開始備戰7000枚的飛彈，中國大陸則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來壓境嗎？中東的開戰倒數，今天一起來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是，中國大陸這一波是真的會把它的武器，我們看到的是各種的飛彈持續的搬進中東嗎？那如果真的搬進來的話，美國的林肯號即將到的林肯號還是王牌嗎？還是成為一個廢鐵呢？等一下我們會一起做軍武面的關注。再來看到是川普現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來就是林肯號也快要到中東地區了，他到底會不會按下一個開戰的關鍵呢？還是演一出嚇人的心理戰而已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當伊朗喊着要聖戰，以色列則是傳出要對伊朗打7000枚的飛彈，這一場仗可能從哪一個點會開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還是以色列會來先做清算？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這個是最新消息，中東戰事隨時引爆，因為川普已經說過，他很快就會下令對伊朗來做動手了。那麼我們來看到，只要能夠推翻伊朗政權，來自以色列的說法，我們願意承受來自伊朗700枚飛彈的轟炸，也在所不惜。確實，現在伊朗已經做好了這個完全戰爭的準備哦。伊朗現在說呢，正在為以色列的最後一戰做足了準備，這是來自於最高領袖哈米尼軍事顧問說的，並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動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的話，那麼我們就等於是你在向整個伊斯蘭世界宣戰了。接下來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號召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士兵上去，一起共同發起聖戰。我們要來看到除了在这個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話，在軍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動作了。目前來看到的是它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伊朗在獲得了俄羅斯的批准之後，首度完成了射程高達1萬公里的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範圍是足以涵蓋在美國的紐約跟華盛頓的，這是來自於 X 賬號的最新報道。來看到美國國防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已經進入了高度的戒備，增調它的防空系統來到中東。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的武器現在又有什麼的新進展呢？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來自於 X 的賬號也特別做了一個分析，說中國大陸的各種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飛彈在內已經逐漸的往伊朗這邊送過去。X 博主 War 也特別做爆料了，大陸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陸的紅旗 9B 防空飛彈系統之外，還有至少16架的中國軍用運輸機直忙的奔往德黑蘭。而川普最新發文，他也說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說，你們要把我暗殺的話，你的伊朗就會從地表被我們美國給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確實在軍事上，剛剛講的是中國大陸的軍事準備，美以在軍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個戒備跟部署。來看到的是，美國做的是最新向中東加派了愛國者跟薩德的飛彈防禦系統之外，還有雷射導引反無人機系統也抵達了科威特的空軍基地。美軍的 F-15戰機預估會集結總數達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號預估在這幾天就會正式的到達中東，以色列也喊話可能會發射超過7000枚的飛彈，現在都已經對準了伊朗。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如果中國大陸真的出動，剛剛我們看到的這一系列的巡弋飛彈DF-26等等，還有它的紅旗 9B 的話，真的進到中東，那麼美軍的航母，尤其是林肯號還敢不敢靠近？這些武器能夠把航母給擊退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以色列現在跟伊朗還有美國這3個國家哈，真的是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3個國家情勢有誤判的話哈，極可能就擦槍走火。因為伊朗現在從上次的暴動事件到現在，
我們可以說將它形容成一隻已經受了傷的野狼哈。這個受了傷的野狼，其實是最危險的，因為它現在正在这個也是在驚慌失措當中。如果說稍微有一點刺激，它可能反撲的力量是會很大的。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歷來從幾次的中東這個以阿戰爭，我們就看出來，以色列一向採取的策略就是先發制人，他絕對不會等到這個埃及國家或者是說阿拉伯國家對他發動攻勢以後，他才採取防禦式的反擊。他通常都一定是先發制人，因為他的國土戰略縱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擊。在這種狀況下，如果說伊朗有個有個風吹草動，那以色列會不會就採取以往的戰略先發制人？那對於伊朗來講的話，他現在也處於在這個受傷的狀況之下。那如果說美國這時候對他有任何刺激，他會不會給你來個魚死網破？就對以色列或者對美軍在中東基地的各個基地來實施發動攻擊哈？那當然這一波來講，我們從之前有聽說過中國將這個這個紅旗9這款導彈運送到伊朗，我覺得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為紅旗9屬於防禦性的武器，它屬於這個區域防空的一個導彈，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將它護衛到它的德黑蘭或者是它核設施或者重要的軍事設施附近來做一個區域的一個防空。當然不可能達到全國都防空，可是對這幾個地方來講的話，它只要防護它自己本身領導階層，避免被斬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說我認為中國如果說將東風26、東風27，還有鷹擊21這幾款的這種大殺器，如果說提供給伊朗來講的話，我覺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為這個按照地緣戰略來看的話，中國目前也不太願意將這件事情做得太過頭，得罪美國哈，因為畢竟來講，美國是最大一個這個對中國來講還是很大一個強權的國家，他不願意不管在經貿或者是地緣上面跟美國結下這麼深的仇怨。那因為這幾種武器確實是大殺器，如果說搬到伊朗去對美國來講的話，它的航母我認為是確實是不敢靠近，因為我們從這個美國現在來講，我們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島鏈附近了，這態勢已經很明顯了。甚至於在南海那邊，我們看到因為中國有東風這個26、鷹擊21等等這些導彈，這個美國的航母戰鬥群也大概都在這個南海的南邊這個很少靠近北邊，因為他也擔心如果說是萬一一個擦槍走火，他會承受不住這些攻擊。這幾款的導彈有幾種特性，第一個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沒有辦法去攔截的。第二個它都是會變軌的，所以你更難攔截。那你可以說這幾款導彈有沒有打給美國看過？我特別要講，還真的打過，而且還真的打中過靶船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它分別從中國的這種東南部會，大概是江西這個地方的導彈發射陣地，跟這個它的西北地方甘肅這邊分別發射2枚不同款式的導彈。那在同一個時間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射，但是卻在同一個時間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這幾款大殺器，我想說中國大陸不是在吹牛的，它確實有這個能力。但是我覺得美國來講的話，它當然它不願意去賭這個。那在中國或許雙方還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層通話來處理一些問題。那對伊朗來講，如果說是美國來講沒有辦法通話，那可能所要面臨的風險是很大的。可是我認為中國大陸大概不至於會將這幾款大殺器提供給伊朗。好，針對看起來中東戰事一觸即發，中國大陸或許看起來還是會特別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還是不願意提供給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剛剛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還有中國大陸給的武器之外，我們來看到美以現在做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準備。這時候川普也喊話了，他說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說有可能暗殺他的消息，來自於伊朗的情報，他自己得到的情報。那他也說了，他已經下達命令了，一個密令，如果說他被暗殺的話，他就會把伊朗從地表上抹除掉。這是來自於川普的最新
發言。那麼美國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來做準備呢？我们請導播來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國的官員自己證實的，向中東地區加派了愛國者跟薩德防空系統，還有剛剛講的反無人機系統 F-15戰機林肯號，還有以色列的7000枚飛彈。林肯號都快要到了，川普現在是準備開打了嗎？或者是說他還在等什麼？那伊朗說他有可能發動的這個聖戰，有沒有可能擴及成全球恐攻？賴老師怎麼看？首先我覺得川普講的那個他發的密令沒有意義了，因為他已經死了，因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殺死了，那他已經有密令了，密令就會生效。問題是誰來執行？因為你要把伊朗從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彈以外，核戰沒有可能。那問題就是你繼任者范斯怎麼可能說對伊朗8800萬人發動核戰，去把這個8800萬人都殺光？這怎麼可能？而且伊朗旁邊周邊接近的國家，包括這個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們都要受到核戰的這個影響波及，怎麼可能？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講那句話是空話，因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總統，他也不會去執行這個川普的這個密令，把這個伊朗從地球抹平。所以這個是講幼稚的話，很幼稚，3歲小孩講的話啊，沒有意義。而講的這句話就會不會就把伊朗嚇死了？也不會。但是你看美國現在的動作，把愛國者導彈、把薩德系統，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統裝上去，把這個雷射反導無人機的系統裝過去，這個都是屬於防衛性的。防衛什麼？當然就是要防衛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很多啊，不管是在卡達、在科威特，到處都有這些軍事基地。那問題就在於，因為伊朗已經證明他有能力很準確的打擊到美國設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採用這種中程的精準式的超高音速的導彈，或者是採用無人機，都可以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這也就是為什麼川普要把這個防衛性的武器放到這邊來，所以這是防衛性的，不是攻擊性的。好，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攻擊性的東西。您提到了有關於 F-15戰機向中東集結25架，美國去抓一個馬杜羅。一個人跟他太太2個人，一男一女，就抓這個馬杜羅，他就要出動航母戰鬥群，而且是最先進的航母戰鬥群福特艦，然後出動多少戰機呢？150架的戰機，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預警機，還有包括電子干擾機。再加上無以勝數的空中這個無人機，你想想看，150架戰機浩浩蕩蕩的跑去了委內瑞拉，才抓2個人。你要用這些戰機，就要把160萬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萬人口，革命衛隊就已經將近20萬人，民兵還有60萬人的這個大軍，你說要用這一些一個林肯號航母戰鬥群，再加上這幾架戰機，然後就要對伊朗實施毀滅性的打擊。你不要，你姿態也擺認真一點，我就會覺得川普你認真一點，你真的認真一點。你在委內瑞拉你都搞這麼大陣仗的，你到伊朗這個擺這個陣仗沒有意義。那以色列說我用7000枚導彈打你，他這個是威脅性的。為什麼威脅？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沒有要打你，本來就是這個川普要打你，我還勸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沒有要打你，這代表什麼？代表以色列只是說，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導彈來伺候你，那這個還是威脅性，這代表什麼？以色列並不支持川普在這一次對伊朗所發動的戰爭。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話啦，就是做一個防禦性。他說7000枚的導彈準備對準的是伊朗。那他也說了，你伊朗隨時打來700枚都沒關係，我們都做好準備了。有沒有可能現在看起來伊朗跟以色列誰會先發制人？委員又怎麼看？誰會先發制人啊？應該要看美國怎麼發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
彈道導彈的攻擊啊，這個以色列自己來盤算，大概攔截個80%左右，還有200多枚可能會擊中。那擊中的時候是擊中了重要的地方還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會擊中重要的地方，9%擊不中那個重要的地點啊。那這樣的一個攻擊，以色列要不要承受？這以色列自己盤算。那從美國來講，客觀的來說的話，現在美國攻擊伊朗幾乎是最好的時機，啊，最好的時機，對哈，因為他戰略上不會去說我要消滅8000萬人啊，或者什麼革命衛隊，他戰略上只有2個，第一個把所有的這些伊朗的教士集團的頭大概50個全部鏟除，有沒有這個能力？要看到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準不準啊？如果像珍珠黨的話，那準得不得了。那是50個教士集團頭子，可能一夜之間從地球上消失，這政權都改變了。第二個，革命衛隊大概就50個頭，這50個頭如果一夜之間被消失，像那個敘利亞民兵一樣，那就解決了。所以看他到底情報有多準，如果情報不準的話，那可能還要來個第2次、第3次哦，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戰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衛以色列被擊中的幾率不要太高，防衛美國的軍事基地被擊中的幾率不要太高啊。那伊朗當然有很多的飛彈導彈，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厲害。為什麼？因為打以色列的彈道導彈哈，它基本上是所謂的液態燃料，液態燃料很討厭，加油啊，加燃料要加個1-2個小時才能夠發射，它不是固態拉出來馬上能夠發射，這一點是它的短板哈，所以液態的比較容易偵測哈。那上一次攻擊以色列的時候，基本上美軍跟英軍沒有出手，沒有空中攔截，所以才比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導彈的數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對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場謠，要說我就幹了啊？為什麼？因為目的是不是要消滅伊朗？目的要鏟除教士政權。這個教士政權的滿清末年了，坦白講撐不下去了，撐不下去了。那至於剛才栗將軍有提到說中國會不會介入？不會的啦，中國沒那麼笨啊，就扶持一個滿清末年的王朝，絕對不可能嘛。何況那些武器都要中國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國，那是中國有本事啊，連台灣都不敢這樣打了，還敢去幫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對不對？所以我就講過，在台灣都不敢打，怎麼可能去幫伊朗打？不可能。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川普對格陵蘭的這個態度，要拿下格陵蘭的態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強硬，但這回突然間在態度上面轉向了。他現在說呢，針對許多的國家，他要取消關稅之外，現在是難道已經暗中要拿下部分的土地建美軍基地了？所以他態度軟下來嗎？等一下我們會來做解答。好，我們先來看到是被視為是，難道川普真的塌口了嗎？因為他說呢，不會再對格陵蘭武力威脅了，還決定取消先前祭出的這一系列的相關的關稅哦。那麼他還透露說，這個比較震撼，他說跟北約秘書長呂特已經達成了一項框架上面的協議，內容來自於《紐約時報》的報道說，這個協議的內容可能就是丹麥會把格陵蘭島上數塊小面積的土地全權的交給美國，方便美國在這邊來建設軍事上面的基地。那麼這個方案也類似英國當時設於塞浦路斯的基地的協議的內容哦。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呢？為什麼川普突然間要取消對於歐洲保衛格陵蘭的一個關稅協議？他是塌口了，還是他真的手上已經握有他想要的，跟呂特都談好了？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一次不能把川普說成是塌口啊，而是高明的一個騙術啊。這個高明的騙術是他跟他的兒子啊，乾兒子呂特啊，他們合演了一場大戲。這場戲演得十分精彩。我們看到了歐洲也都開心，說哦，這樣子解除我卻不得不在道義上挺丹麥的這個困局啊。所以我們也看到歐洲大部分的國家也都知道
倒霉的就是你丹麥還有格陵蘭，你們已經被掏光了，但是沒關係，我安全下莊了啊。所以德國、英國、法國等相關的國家都覺得，我可以繼續把這個戲演完。你看，我還是很有道義的哦，我有出兵哦，我有幫你捍衛正義哦，我有說格陵蘭永遠是屬於這個丹麥的。果然，格陵蘭真的是永遠屬於丹麥的。但是我為什麼會一開始我就說，這是川普跟呂特他的乾兒子啊合演的一場大戲？這個是這樣來的，美國有沒有出一兵一卒？沒有，什麼兵沒派，啊，什麼錢也沒花。因為本來還說格陵蘭人每一個人可以拿到10萬美金，現在1毛錢都不用給。好，那現在已經講好了，講好了就是這個把格陵蘭的地圖標上去，就放在白宮這邊來。那川普就把農業部長找來說，哎，你看看哈，這個哪一個經濟海域或者是哪一個地方啊是有開採的價值？這農業部長就看一看以後就說這塊可以，這塊可以。川普說好。然後接着呢，就把經濟部長找來了，哪一個地方是稀有金屬啊？那個稀有这個稀土，還有就是啊這個金礦區不錯的地方，這個經濟部長就在那邊畫一畫，哎，然後再把這個國防部長找來，哎，你看看五角大廈的幾個軍閥啊，這個就過來了，看了以後就說這個地方不錯，可以蓋軍事基地，這個地方可以蓋金瓊，這個地方不錯，好，都弄好了。那這個時候，川普就說：“好，這幾塊都是飛地了，從此以後不屬於丹麥的，也不屬於格陵蘭，好的地方都被川普拿走了，所以它的主權不再屬於丹麥的跟格陵蘭的，那永久由美國人使用，美國人也不用在那邊啊，這個把它變成他的，他只要變成是他的飛地就好了。俄國也玩過這個遊戲啊，也玩過好幾塊飛地啊。美國跟英國也玩過好幾塊飛地啊。這塊飛地就永遠屬於這個川普的了。所以這些飛地的地方，美國人就派人就開始礦場上開始挖礦啦，這個稀土工廠就建立起來啦，然後這個軍人就開始工兵開始整地啦，然後就把它整起來，一大片地，其實。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拿走10萬平方公里，坦白說一點點而已。對，200多萬平方公里，可是不要忘了，格陵蘭大部分的地都沒有用，就少部分的地有用。川普就把他要的地都拿光了，那剩下的爛地就丟給你丹麥跟格陵蘭，你們自己去治理，自己去防衛。這個多聰明啊！2個人乾爹跟乾兒子合演一場戲，歐洲人就睜眼閉眼啊！一切皆大歡喜，格陵蘭都守住了。你看，我們都有道義啊，真的，那就是丹麥看了他的這個有稀土礦的土地，還有好的地方，就被美國人拿走，就這樣而已嘛，厲害呀！好，沒有他狗。是不是川普跟這個秘書長呂特已經私下談好了一個秘密的協定哦？這個我們會持續的來做觀察。那確實，剛剛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有關於飛地。那接下來美國到底會怎麼樣拿下格陵蘭？現在說有3個方法，除了紐時特別報道的這個塞浦路斯的基地模式之外，也就是說保留主權。那實際上美國來控制戰略要地，這是最新的一個第3種方案。但前2種方案，其實我們昨天也有說過，是華爾街日報說的，可能採用的是自由聯合協定 COFA 的一個模式，跟當時密克羅尼西亞簽訂的方式是一樣的。那另外一個方法是川普可能採99年的租約模式，類似香港當時英國當時租借香港不直接併吞的方法，但是實質掌控。賴委員蔡委員怎麼看？覺得可能是哪一個？3個混合模式都有可能哈。塞浦路斯模式是在1960年，塞浦路斯從英國的殖民地獨立為一個共和國的時候，當時把2個塞浦路斯的港口，那麼直截了當宣布為英國的主權基地，換句話說等於英國的海外領土，從來不屬於塞浦路斯。對於這個塞浦路斯的農民或者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到這裡面去種植，但是塞浦路斯的政府在裡面沒有任何權利，因為主權完全屬於英國的，所以立法、司法什麼全部權利、行政權利都是英國的。這是叫塞浦路斯模式。美國有沒有可能要求買下一部分的重要的基地的永久領土權呢？有可能，有可能。再來，什麼叫 COFA？
COFA 模式叫英文叫 Compact of 这個 Free Association， 這個翻譯成自由聯繫哦，這聯合是騙人的啦，自由附屬 ，Association 是附屬，就像副教授叫 Associate Professor 一樣道理。怎麼叫做聯合？那個字中文怎麼翻都不讓聯合，那是美國用來騙中國人的啊，才翻譯成聯合，叫自由附屬協定。那最經典是誰？帛琉啊，就是說你國防外交全部交給我，但是這個 COFA 模式有個條件，格陵蘭要獨立，格陵蘭不獨立就不可能有 COFA 模式。那格陵蘭可不可以獨立？很容易獨立啊，一點都不難。那這個可能丹麥要同意他獨立，他獨立一個國家，然後其中呢，這個就跟美國簽這個 COFA 國防外交完全交給美國啊。第三個香港模式是既割讓又租借，香港本島是割讓的啊，然後那個尖沙咀也是，九龍也是割讓的啊，但是新界是租的，所以香港基本上是租99年是新界。你說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格陵蘭變成混合模式呢？其實香港模式已經涵蓋了塞浦路斯模式啊，但是跟那個 COFA 模式，等到格陵蘭獨立才能夠做這些事情。那川普大概等不及了，對，所以一定會先下手為強。我同意這個賴教授講了，他這一次沒有 tackle， 這次踢口哦，踢得很厲害。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嘴巴上說不威脅格陵蘭，但是實際的行動其實也都沒有停下來。我們要來持續看到的是他在格陵蘭的最新的部署，在軍事上面，這是來自於北美的防空司令部1月20號最新說的。他說，仍然是從美國和加拿大的基地派出了數量不明的戰機，已經飛往格陵蘭參加一場籌劃已久的演習。那目前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美軍在格陵蘭這邊的相關基地已經部署大約200人。稍微回顧一下，在2025年的10月的時候，美軍派出了2架 F-35、2架 F-16和3架的 KC-135加油機，在這邊曾經做過這種作戰演習。那大家還記得嗎？當時歐洲國家總共是7個國家派出了部隊，刻意到格陵蘭這邊參加這個丹麥的演習。那這一次美軍又大動作的派的一些軍機駐派在格陵蘭，是故意要跟歐洲國家來做示威嗎？那目前美軍在這邊的基地戰力到底又有多強？川普又想要擴張多大？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川普這次確實是踢到鐵板了，他自己縮回去了。那昨天在達沃斯的論壇上面，他講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個就是說，他不會對這8個國家，本來說要課10%的關稅，一直到這個他拿到格陵蘭。那如果說是在6月1號還沒拿到的話，這個關稅要提升到25%。那這次來講，他說他昨天在論壇上面他說他取消了不再課稅。第二個來講，他也承諾不會用武力來奪取格陵蘭但是之後來講，他幾乎全部在抱怨這個整個歐洲那從頭罵到尾，每一個都在抱怨。其實尤其是跟丹麥最有關係，他狠狠把丹麥損了一頓。他講怎麼講丹麥的呢？他說丹麥這個以前都是我美國在保護你們，你們現在不知道感恩圖報，不會把格陵蘭主動讓給我。他為什麼講這句話呢？因為在1941年的時候，那是2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丹麥沒有能力保護格陵蘭，怕被德國納粹所佔領，所以美軍那時候確實是有出兵去保護到格陵蘭那丹麥多久時間投降了？6個鐘頭。他說當年你們對不對？你們丹麥6個鐘頭你就投降了，那你現在根本就沒有能力，是靠我美國來保護格陵蘭的。現在你不知道感恩圖報。他大概對於格陵蘭、對丹麥，反正你就看出来，昨天那場演講川普就像是一個小孩子，硬要這個跟全班獨霸一個玩具，那全班的同學不給他，他就在那邊抱怨全班那我覺得，當然美國現在這次來講的話，他這個演習他總共是200個人。其實在這個杜魯門2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杜魯門曾經揚言要用1億的美金買下格陵蘭，但是那時候丹麥就不賣。那這個杜魯門就說好，你不賣沒關係那你還是我們來簽一個共同協防的條約，包括美國、包括加拿大、包括丹麥，因為畢竟來講，美蘇冷戰的時候，格陵蘭確實是有很重要一個地緣戰略的位置。那聽說美國也曾經在格陵蘭這邊有一個冰蟲計劃在這邊部署了很多的這種核導彈部署在這邊，因為必要時候他要對這個蘇聯發動核子攻擊，就從這邊發射。聽說
這個核導彈還曾經這個造成核外洩，然後美國將這些冰塊全部都搬回去。所以這次的演習並不是真的是要大，而是他們本來既有的軍事協定在這邊做這個演練。那美國來講，我覺得如果說你基於北約的立場來講的話，你大可以用這個軍事協約，用合約。我想說，就整個北約國家哈，他也非常樂意以美國來協助保護整個歐洲的安全嘛。但你不要用這種豪奪的方式，然後講出一些很丟臉的話。我再講一下，昨天講了很多個笑話，你知道，大概大家都會注意到。第一個，他講格陵蘭說成冰島，冰島是冰島，格陵蘭是格陵蘭，他講錯。第二個，他還講中國哈，他講中國沒有風力發電，這個他說中國來講，光去賣風力發電的機器，但他自己都沒有風力發電。我想4月份他到中國去旅遊的時候，去這個習近平跟他見面的時候，是不是中國應該安排一場他到新疆的一場去看一下那個風力發電？不然川普真的是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美債突然間在此刻拉起了警報，因為歐洲的盟友這時候反手一刀哦，賣美債哦，拋售美債，引爆了全球的拋售潮嗎？資本市場現在可以看到呢，歐洲用這種拋售美債來當做一種武器，砍向美國的最大弱點。對於美債，還有對於美國的信用是否破產，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好，來看到美債神話，現在說安全神話恐怕會信用破產了，因為呢，我們來看到一個最新消息，先是丹麥的退休基金呢，它已經直接宣告了，我們在月底前會清倉1億美元的美債。那原因是他們的來自於丹麥退休基金的這個投資長，他是這樣說的：他認為美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已經不是一個好信用的一個主體，所以他們決定要來清倉1億美元的美債。那貝森特就很不屑啦，他就說：你丹麥呢去清倉美債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呢你的這個資本啊資金實在太小了，就跟你丹麥本身一樣是毫無輕重的。那麼沒有想到這一話一說完呢，他就這個遭到了一些報復，這個是來自於瑞典最大的養老基金，突然間在財長貝森特說完話之後，立刻拋售了700到800億瑞典克朗的美債，這個金額相當於77億到88億美元來打臉貝森特。這時候貝森特啊，本來從這個嘲諷的語氣，突然間態度180度大轉變，他呼籲說：全球我們這時候要冷靜一下，讓事情自然的發展啊，並且撇清說最近美債的市場動盪的主因是跟格陵蘭沒有任何關係的，呼籲大家不要把這件事情給放在心上。那麼德意志銀行的策略師就這樣說了，他說呢，現在呢，這個他會這麼緊張，包括了財長會這麼緊張的原因，是因為歐洲其實是美國最大的放款人，而美國呢，對於外國資本的依賴是關鍵的弱點。美債不只是市場的商品，更是美國的霸權一個很重要的基石。所以現在一旦全球對美債的信心破滅的話，連聯準會啊，恐怕都救不了美債了。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我們看到這個貝森特的態度突然間一下子大轉變哦，代表他很清楚，歐洲如果真的動手拋售美債的話，後果是會非常的嚴重嗎？委員怎麼看？一點都不嚴重。歐洲是全世界持有美債最少的國家，歐洲央行才多少？700億美元，能幹嘛？中國大陸擤個鼻涕都不只是700億美元了。所以歐洲真的擁有的美債規模很少。那你說，不是賬面上看起來8兆嗎？對不起。都是什麼中國啊、日本用信託方式所持有的，像英國的8800億，自己英國沒多少啊，都是其他國家或其他金融機構啊、其他保險公司請他們信託在他的名下而已，並不是真的他的啊。所以歐洲自己持有的美債規模很小哈，比如說你說瑞典這個養老基金啊，你說拋售77億美元。美債1天5000億交易美元的交易額啊，這77億美元看得到嗎？看不到。所以貝森特講這個說無足輕重是真的。但最近美債市場上動盪，是因為很多人，包括美國自己人，
害怕川普真的跟歐洲開戰。那開戰當然會贏，可是這個動盪不安的不確定性，我寧可先賣了吧。那這個美國人自己賣美債才可怕啊，因為全世界持有美債最多的是美國人自己，大概美國政府公債有將近差不多60% 以上是美國人自己持有的啊。那你說這個丹麥投資長說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好的信用主體，他賣1億啊，就賣，這是沒有影響啊，沒有影響啊。那這個美國這個財長也不是啦，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那個一點了。如果說真的要對抗哈，是中國才日本才是對抗的家伙啊，怎麼去對抗這個歐洲這種沒有本錢的國家呢？哈，你別看那個馬克龍要法國外債存底沒多少錢了啊。那德意志銀行這個歐洲實際上是美國最大的放款人，亂說，因為錢都不是你自己的，因為倫敦經營這個財富管理很成功，然後這個比利時也很成功，盧森堡也很成功。荷蘭也很成功，所以他們擁有的都是其他國家擁有的資金，不是你歐洲自己的。你拿別人的錢當做你自己的，所以我是覺得，連這個策略分析師很丟臉哦。那你說美債不再是市場商品，是霸權啊，這是對的啊，這是對的。如果今天中國一下子要把所有美債或者美元全拋掉，搞不好美國臉一橫就說我凍結你啊，就凍結了，啊，就像凍結俄羅斯一樣的道理哈。所以中國大陸在那邊放太多錢，注意啊哈！現在還有3兆在那邊呢。是，那這個什麼美債信心破滅，現在大家已經對他沒什麼信心了。哦，什麼聯準會救不了，聯準會出手都幾千億，這沒什麼問題啊。是，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李將軍。我覺得我們美債哈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投資了哈，就是就像是以前我們學過一點的基本的這個理財的觀念來講的話，在年輕的時候你可以股市多一點嘛，股市占7成，對不對？債市少一點3分哈，比較具有積極的這種投資策略。當你到中年的時候，就股債大概各一半。那像到我這種年紀來講的話，債市大概也就投資要到7成，比較穩定哈。那股市你就要少一點，因為你的承擔的風險就會比較大。這個所以說，債券從這個投資的理念來看的話，它是屬於一種比較穩定的哈。認為說這個投資理財比較穩定，但是這次哈，這個如果說美債，如果說在這種大家都認為比較穩定狀況之下，它居然會殖利率暴升，也就是它的債券本身的價格下跌。那會造成什麼影響呢？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大家就不再信任美債嘛。第一個就一定是造成你這個國家哈，如果說是你美國國家債券來講的話，那當然會造成你國家利息要支付要比較多哈，你才能夠去借到錢，因為你的風險不再那麼高，我就要支出更多。那以美國現在來講的話，它現在本來這個利息就已經很高了，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它的這個就已經很高。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它會支付更多利息。那對一般的企業來講的話，也會增加它融資的這種壓力哈。融資會更難。那對家庭來講的話，也會有壓力。譬如說是它房屋貸款哈，這個利息就會增加。譬如說它家庭生活支出的成本就會增加，甚至於很可能因此而引起這個所謂的通貨膨脹的可能性都很大。那這次來講，我認為說是美債會這樣發生哈。主要是也是由於川普自己搞出來的。第一個，他對格陵蘭造成地緣政治上的一個風險啊，大家會評估。所以說，歐洲來講，我雖然說很無力、很乏力，可是好歹我就像丹麥來講，退休基金我就給你這個清倉1億美元哈。瑞典來講的話，金額雖然不高，可是代表我反抗的決心，我就清理美債。那當然對這些情形對這些國家來講，其實他們有一句話，如果說是在互相打金融經濟戰的話，那當然是殺敵1000哦，也會自損800。你會對美國的經濟造成影響，但是對你自己本身也會有影響，因為你可能对之後這個像我們剛剛看到這2個有一個共同的點啊，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或者是養老基金，那對老年的這些生活來講，就會失去一個基本的保障，因為美債畢竟來講，在全世界來講，還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投資信用的一個保證。是，所以當這個經濟活動力降低之後，我覺得對歐洲自己本身哈，對美國本身來講的話，它的經濟活動會降低，所以對川普來講，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哈，對他來講還是一種威脅壓力很大。
好，所以我們看到地緣政治的這個壓力之下，歐洲國家開始大賣這個來自於美國的債券，但是對於美國來說，看起來整體的債券市場不會受到歐洲太大的影響。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陸跟日本賣美債的話，這影響就會蠻大的了。那川普真的會容許自己的小弟日本把美債賣掉？因為現在開始做這些動作，然後把資金帶回日本來救日本的經濟嘛？賴老師又怎麼看？目前還沒有這個趨勢了，但是波動大，主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都是一個政府負債比較高的國家啊，尤其日本的政府的負債太高了啊 ，GDP 的2.85左右啊，這麼的高。那現在的情況是在日本會產生這麼大的波動，是因為高市早苗宣布他要解散國會啊，這個才造成了昨天的激烈的一個波動。也就是說，政治呈現出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狀態的時候，他們也很明顯的發現，日本的經濟狀況似乎沒有想象中那麼好，因為到目前為止物價還是在上漲，然後預算案因為大選的關係又會被擱置，即使他們的財務大臣有特別跟日本說，我們已經有準備了一筆特別的預算來去維持這個政府空轉時間的時候所支用的。但是問題就在於，以目前日本的經濟狀況來說，日本人他們覺得不信任的情形，我們看到它主要的就是因為長天期的它的這個公債賣不動，殖利率一直飆升，那等於是它賣不出去的時候，很多人也就跟着開始把它的公債把它拋售出去了。所以不管是40年期的、30年期、20年期的，那都看到它的整個殖利率都在往上攀升的情形下的時候，大家也会看到美國的政府公債也出現同樣的這個殖利率一直在攀升，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公債也賣不動的，因為中國大陸有節奏的、有計劃的一直在減少它對於美國政府公債的持有。目前來講已經降到歷史的最低點了，是從過去的排名第1、第2、第3、第4，現在可能排名到第5、第6、第7、第8，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大陸有節奏的一直在拋的情形下的時候，美國政府的公債它越來越賣不動，那它的殖利率一直在飆升，那很多人開始對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越來越不信任的情形下，再加上聯準會它不肯降息的情形，很多人開始擔心美國政府破產的可能性越來越高。那我們想，這些都是穩定基金嘛，因為退休基金有郵儲基金，這個都是穩定基金。那這些基金的負責人，他本身是要吃法律官司的，也就是說，你的一個獲利低於5%的話，你再繼續持有，你本身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很多國家的政府的操作人員，他們本身當然就會拋售。一旦拋售，那呈現出來的這個殖利率在飆升。我覺得日本如果高市早苗沒有把日本的經濟穩住，沒有把日本的財政狀況穩住，如果沒有把它的政治的局勢穩住的話，日本如果一旦崩跌，你都不能排除它會回過頭來救市。一旦如果日本也開始回過頭來救自己的話，那這個對美國的衝擊很大。那如果說日本他覺得他活不成，他怎麼還有可能會讓你美國說我今天為了你，我今天死了算？我想這個應該不會做到事，但是到現在的情況還沒有發生。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現在壓不住軍方就投美嘛，因為最新消息他會赴美去訪問哦。那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被國內的強硬派視為是賣國求生嗎？另外一方面，川普除了扶植這個臨時總統當作是美國的傀儡之外，也封鎖加勒比海的航道。但是他的眼中釘就是影子艦隊在這邊的船隊哦，還是抓不完的。到底要怎麼辦？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這是南美的一個震撼的一個消息，因為呢，這個反美的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突然間態度大轉變，他是羅德里格斯哦，他決定呢要去赴美來求救。法新社是這樣
子來做評論的，說川普就是因為要扶植這一位羅德里格斯，他希望他能夠願意配合美國利益的政權哦，所以要持續的支持他，而這是美國長期都非常習慣的一個手段了。那我們來看到美國軍方為什麼他這個羅德里格斯要赴美，就是因為美國委內瑞拉的軍方現在已經實質掌控了軍權，尤其是在馬杜羅被俘虜之後呢，留下了一個密令哦，就是安插軍方人馬來掌控目前在委內瑞拉的不管是石油港口以及武裝力量。那麼強硬派人士也說了，這個臨時總統這個決定去美國的舉動呢，就是向区域帝國主義來完全的低頭。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則是不斷的强硬的說呢，美國已經從委內瑞拉這邊獲得了5000萬桶的石油運往美國，這不僅是美國的利益，他甚至還表示說，這對美國來說也是很好的，因為他未來半年將賺得比過去20年還要多的錢，真的是這樣子嗎？等一下一起來看哦。那美國現在實際的作為，最近又有哪一些動作呢？包括扣押了第7艘來自委內瑞拉的油輪之外，還做這個加勒比海的實質封鎖，等於整個原油的航道現在都被美國給截斷了。中國大陸原本進口的石油也直接歸零。委內瑞拉真的有賺比較多嗎？如川普所說的，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分析說，答案是錯的，它的出口量已經直接暴跌幅度高達了75%。我們先來看到美國的臨時總統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突然間求援美國，是真的壓不住來自於軍方的壓力了嗎？在背後又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交易？那川普扶植的這位傀儡的政權，他是為了委內瑞拉的人民，還是為了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委員怎麼看？委內瑞拉其實就是一個失敗的國家，這個國家很多地方的運作都不太正常。這個在盧比歐在馬杜羅被抓了以後，他講了一段話，其實就是他的計劃。第一階段就是抓走馬杜羅，第二階段呢就是這個穩定過渡政府，第3個階段舉行大選，成立合法政府，大概有這麼一個3個階段。盧比歐在第一天就講了啊，那現在等於到了第2個階段，因為馬杜羅抓走了啦哈。那至於說馬杜羅抓走了，說他還有密令誰啊誰，沒人會理他。委內瑞拉是一個很現實的，你被抓走了你就趕快走。不可能讓他回來啊！那我掌控就是我掌控了啊，這是沒有這種什麼事情了啊！那國內強硬派人士，我那誰敢強硬啊？沒人敢強硬了。那美軍為什麼搞了一大堆艦隊在那邊呢？那個叫做擺樣子。什麼叫擺樣子啊？讓委內瑞拉軍方哦收錢的時候不打仗就說啊，那外面那麼多美國軍，我不要打了，我以免受了很多損失啊。事實上錢都放口袋啦，每個大軍官都收到錢啦，所以一點都不意外。那現在為什麼這個羅德里格斯呢要去美國要他來歸順？你給我乖乖的來。以前你講什麼無所謂，你現在來給我歸順啊！我讓你當過渡時候的委內瑞拉領導人，因為現在整個委內瑞拉石油的出口權力控制在美國手上吧。而且他的外匯存底也控制在美國手上嘛，有錢的是老大嘛，付錢的是老大，你要乖乖來，不然我不給你錢了，對吧？沒有外匯，你委內瑞拉就亂成一團了，通貨膨脹，什麼東西就來了。那你說川普講的也是對，也是不對，就看他有良心有沒有發現啊？你說我繳了5000萬桶，能不能補個軍費？可以啊，他的軍費可以補了哈。那再來哈，他說未來半年要賺的比20年還多。那你有2個條件，你要必須達到吧？第一個，你很認真幫委內瑞拉賣石油，而且這個石油又乖乖的回到委內瑞拉外匯存底裡面，而且你又肯給委內瑞拉政府花。那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何止是未來半年會賺的比20年多，搞不好多了幾倍啦？為什麼？因為委內瑞拉以前哈石油只能賣少數幾個國家，其他沒人敢買嘛。啊，你現在如果是美國控制的委內瑞拉石油，你中南美洲就可以亂賣到日本、賣東南亞都可以賣啊，所以當然量會很大哈。那再來就是說委內瑞拉好，因為它不准進口这個不止雞蛋，所以它的設備都沒有人投資，都老舊了，所以挖油的速度都很慢。那這個要美國公司來挖才行。那委內瑞拉那些貪官污吏，他沒有能力去挖這些石油嘛。所以就看你實際上川普有多大良心要把委內瑞拉改善嘛。哦，所以其他的所謂委內瑞拉暴跌75%，因為根本你把油弄走了，沒有人來挖了嘛。
啊，委內瑞拉石油公司也不敢挖，也沒有油輪來了，那當然暴跌750%，暴跌100%我都不稀罕，他就在等你這個代理總統乖乖的來跟我簽個我要的條約，我再放行。他基本上是玩這個遊戲啊。好，目前為止看起來，川普是在委內瑞拉這邊最想做的就是讓企業在這邊做石油上面的投資，但目前美國的企業是不太敢去委內瑞拉做投資的。那川普的計劃到底是什麼？因為剛剛說嘛，封了航道，然後控制了油輪，然後還有重化能源的流向，他是想要把委內瑞拉變成他的經濟殖民地嗎？那賴老師要怎麼看？你首先要確定的就是說，委內瑞拉是不是繼續有這個大量的在開採這個石油？問題沒有啊。我們剛剛已經強調了，委內瑞拉的這個開採油的設施很陳舊、很落後，開採的數量其實已經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效率。那它目前的油其實是用儲存的油來賣的嘛，所以美國現在能夠抓捕到這些油輪其實是有限的。你不管說6艘、7艘、8艘，那每一艘的油輪才幾個億啊，那你說你10個艘也不過就是44個億啊的，或者是50個億的美元。但問題就在於，你到目前為止，你美國油商沒有進入委內瑞拉去開採油，你美國的油輪沒有進去委內瑞拉去把油運出來啊，你到目前都還沒有。所以等於是這個部分，川普還是要去說服他國內的油商，說你們去開採吧。去投資吧。現在的情況是，大的油商不願意進去啊。那你小油商他是卡政府的油，卡政府的凱去，你要給我什麼好處？可是問題是，小油商開採的油的數量不如大油商他開採油的效率好，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僵在那裡。那有人就開始說，那中國大陸會不會受影響？會不會所有的委內瑞拉的債務打水漂？不會，因為這是中美談判的問題，不是中委談判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跟委內瑞拉的債務就因為當時是用主權來去擔保的嘛，用主權擔保，那你總共有150億美元的話，如果委內瑞拉的油都被美國人拿走，然後再賣出去，那對中國大陸來說，當然未來要談判的就是委內瑞拉的油跟委内瑞拉對中國的債務，你賣出來的油裡面要還債給多少？那這個是要經過政治談判的。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未來格里爾或者是貝森特或者是這個魯特尼特跟中國大陸很快的馬上要進入談判了，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在計劃4月份川普到中國訪問的時候，而且已經說了只會更好不會更壞。那只會更好不會更壞的情形下，那有關於中國大陸對委內瑞拉的債權這個部分的還債的償債的部分的細節，我覺得也會是中美來談判，不是中委來談判，也不是美委來談判，是中國跟美國說了算。美國也不可能去賴這個賬，因為賴這個賬對美國也沒有好處。當初在利比亞也好，在伊拉克也好，也是如此嘛。也就是當時美國佔領了伊拉克、佔領了利比亞的時候，那事實上中國大陸跟利比亞跟伊拉克所簽的這些協定還是要照走。我想美國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我覺得台灣有一些媒體尤其是綠媒的一直在說中國大陸打水漂了。我覺得你們太樂觀了，想得太開心了，但實質上不會是這樣。另外4%的委內瑞拉的油，也就是委內瑞拉的油幾乎全部，我們沒有說對賣到中國大陸去，但是也佔中國大陸的進口油4%而已，很少，很容易能夠找到替代者，所以這個問題並不嚴重。中國不會因為這樣而就缺油，我想這個也是想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綠營的媒體興高采烈的，我就覺得這個都是想太多了。是，好，有關於這個石油的部分，接下來中美之間會有一個更詳盡的談判，就看這個接下來怎麼樣再做相關的石油的進口的後續。那其實呢，目前為止，其實加拿大倒是看到了一個縫隙，他認為說，中國大陸暫時不能拿到美國的油，那沒關係，我們就跟中國大陸發展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們看到卡尼最近呢，不斷的強調他要深化中國大陸跟加拿大之間的能源合作。那其中包括了加拿大的這一家是這個跨山輸油管道，可以將這個亞伯達省的原油直接送到西海岸，再出口到亞洲市場。看起來川普的這個封鎖反而有助於中加關係的全面改善嗎？這個是第一個問題要請教酈將軍。再來就是說，美軍瘋狂的在加勒比海這邊扣油輪，但是影子
艦隊真的抓得完嗎？將軍？加拿大所產的油哈，其實跟委內瑞拉的品質哈很接近，那大概都是屬於酸性比較重，重油脂的哈。所以說中國來講，它提煉的設備來講，它可以提煉委內瑞拉油來講，它也可以提煉加拿大油，它不要去另外更換設備。那當然加拿大就看上這一點了。當委內瑞拉的油沒辦法再賣給中國，或者受到限制的時候，它剛好鑽這個空隙哈，它將它的油賣給中國。因為原來加拿大要賣給美國，美國就可以它重稅嘛，所以這次加拿大卡尼可以說哈，這個天時地利人和剛好都落到他身上，他剛好一方面可以賣加拿大油，二方面也可以替補中國的所需哈。那第二個，我們講說可不可以抓到影子艦隊？我們先了解什麼叫影子艦隊。影子艦隊顧名思義，它就是沒有合法登記的船隻的艦隊哈，包括它沒有登記，所以它沒有什麼國籍，它甚至於說是漂浮在海上，它可能它也在海上，它也關掉它的應答器，所以說你不容易發現到它，可以說是偷雞摸魚、混水打魚的这種船隻運油的工作，甚至於它的船隻，它可能出發的港口，譬如說是在委內瑞拉出發，可是它登記的港口可能在秘魯，我在秘魯出發，所以說當然美國來講的話，要這個抓這些的影子艦隊，它真的是可以抓，也因此我們看到，包括到這前幾次被抓的船隻，包括到俄羅斯的船，這個影子艦隊被抓哈，俄羅斯也沒有話講。當然最重要，我覺得可不可以抓得住？當然可以抓得完哈。為什麼呢？因為以美國它是用軍艦去抓，軍艦來講，它船的速度比這個運油的船的速度要快很多，再加上它軍隊有雷達這些先進的設施。